大家好，我是host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你今天带什么表呢？今天这部影片我要带大家一起来看看来自新加坡的微型品牌 Brother Safari GNT 表款。Safari 这个系列是以探索野性、兼顾耐用、多时区为核心设计主轴，不只是外形很硬派时髦，它的设计还针对户外使用者，打造全方位的保护性和实用性。整个 Safari 系列有好几种版本可以选。像是基本的山珍野战表，也有一些特别款，还有今天的主角具备 GMT 功能的复合时区表款。它的特色不只在功能，外形也很吸睛，尤其是那个面盘，光是视觉就很有辨识度，远看也超有特色。之前我有介绍过 Brother 的另一款腕表，叫做 Vitruna， 是一款钛金属的野战表。当时我就觉得那只表非常时代，轻巧又强悍。那这次我们就来看 Safari GMT 能不能延续他们家的好表现，戴起来好不好用，夜光、读时性、功能性实不实用。我们开始一起来深入看这款 Brother Safari GMT 到底表现得如何。介绍手表前要先诚挚的邀请你订阅host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，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，衷心感谢你的订阅，为我加油打气。我们先来看看规格的部分，表壳材质由不锈钢制成，表壳直径40毫米，标到标46毫米，在厚度上的测量为 12.6 毫米，重量137公克，搭载的是 Seiko NH34 GMT 自动机芯，防水深度200米，售价478美元。打开包装盒，里面附的东西其实还蛮齐全的，有一本简单的说明书，一张保护卡，几张品牌贴纸，还附上了一块清洁布，算是基本但蛮贴心的配备。而手表本体是收纳在这个很有特色的携带型保护盒里，你看这颜色超级缤纷的，用上了荧光绿、粉红还有亮黄色的搭配。我不确定它们是不是随机配色，但目前我已经收到2款 Brother 的携带盒，配色都很不错，看起来蛮有趣的。我自己是蛮喜欢这样的设计，不止外观吸睛，实际拿在手上的保护性也不错，体积也很轻巧。如果有外出需求或者长时间不戴，想让手腕休息一下，我会放心的把手表放在这个保护盒里，安全又方便。首先我们来看看这表款的面盘配色。根据官方资讯，它的设计灵感来自非洲肯亚西南部的马赛马拉平原，这是著名的角马大迁徙路线，也是许多野生动物的天堂。不过老实说，我在这块面盘上并没有联想到什么平原或者野生动物的元素，第一眼反而让我联想到深蓝色的海洋，可能是因为这面盘的蓝色饱和度非常高，看起来有一种偏向潜水表的氛围。接下来要说的就是我认为最吸睛的亮点，就是它采用了经典的加州表盘设计。你可以看到盘面上12点钟用的是倒三角形，3、6点钟是用横条作为时标区隔，而上半部是使用罗马数字，下半部是使用阿拉伯数字。这种混搭的设计就是所谓的加州表盘。这种配置其实最早是出现在1920年代的美国，据说当时是为了面盘修复厂，为了让军用手表在低光环境中更好辨识，所发展出来的设计风格。我个人一直蛮喜欢加州面盘，因为它真的有种复古军表的味道，也让这款 GMT 多了一点辨识度与个性。没有日期视窗的开孔，整体看起来很简洁。另一个我自己蛮喜欢的地方是它的无框时标设计，你会发现它的时标是一格一格独立的凸起方块，涂上厚厚的夜光涂料，质感还不错。面盘中央印刷了 Brother 的 Safari Automatic 字样，也特别标示了这表款有200米的防水性能。不过我小小的建议是，这些文字如果能稍微往下移一点点，整体的布局看起来会更平衡、更顺眼。接下来看看指针与盘面整体的设计。这表款的时针与分针采用键形设计，外框做了雾面磨砂处理，中央填满夜光涂料。秒针尾端还藏了一个小细节，就是 Brother 的 logo。因为这是一款 GMT 表，所以多了一根第4根 GMT 指针。这根指针跟面盘同样是深蓝色，尾端是非常明显的三角形箭头，在视觉上非常的醒目，不会跟其他指针混淆。我个人特别喜欢的是盘面边缘的分钟轨道，这种复古风格的设计搭配加州面盘真的很对味，不止复古感拉满，整体也更对称，读时性也很直觉。镜面的部分是使用一片蓝宝晶水晶玻璃，
并且有做防眩光涂层，在户外看时间时会更加清晰。再来看看铝圈的部分，这是一个固定式的双色 GNT 表圈，使用铝质顶环镶嵌，上半部代表的是黑夜的深蓝色，下半部则是用浅蓝色来代表白天。这样的色调搭配面盘非常协调，整体辨识度也高。表壳方面则是全雾面喷砂处理，这种表面工艺不会有明显的反光，反而更符合野外探险表的低调实用精神。而这个系列最独特的设计之一，就是它那个倒凹型的表耳轮廓。你可以看到表耳的平面几乎是垂直切角，非常硬派，线条感很强烈，也强化了这表款的个性。侧边还保留了钻孔表耳，在更换表带时也可以更轻松拆卸，这点我非常加分。旋入式表冠同样也做了雾面磨砂处理，周围的齿痕做得很深，交错排列成鳞状纹理。实际操作起来握感非常清楚，也不会滑手。再来是链带的部分，这条链带在之前 Brother 的其他款式中就有看过，它采用的是凹字形多节设计，看起来相当立体，而且结构很扎实，佩戴起来的贴合度很高。不过这条链带的连接方式是弓端连接，也就是说链带与表壳之间会留下一个明显的缝隙，不像表带是自然延伸过去的。我自己比较偏好那种一体式比较强的设计，视觉上表壳与链带的衔接落差略大一点点，这部分就看每个人的接受度了。表扣采用按压式折叠扣，长度偏短一点，我会希望能够再加长一些更加稳定。不过它内部有3段微调孔，对于微调来说也是实用。折叠结构也做了喷砂处理，看起来坚度足够。里面也藏了一个小惊喜，就是快拆设计，只要用指甲轻轻一拨，就可以把链带拆下来换成尼龙或者皮带。这对喜欢自己换表带的人来说真的是非常加分。最后我们来看看底盖，这表款使用的是透明背盖的设计，里面搭载的是 Seiko NH34 机芯，这是一款我们很熟悉的平价 GNT 机芯，稳定度不错，维修也很方便。比较特别的是在玻璃印上了一只犀牛的图案，这应该是呼应 Safari 这个探险主题的设定。不过老实说，我自己对这种有印图案的就没有那么喜欢了，因为既然用了透明背盖，就是希望能够看到机芯的运作，但现在被挡住了，多少会让我觉得有点可惜。如果今天是做成实心底盖，然后雕刻上一些主题图腾，我反而还会觉得比较有诚意，更有质感一些。这个的 NH34 机芯是在2022年夏天所推出的，也是目前市面上你能买到最亲民、最划算的机械 GNT 机芯。它的出现其实对整个微型品牌市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助力，因为有了 NH34， 许多原本资源不多的小品牌就能开始尝试价格合理又功能实用的 GNT 表款。这枚机芯的动力储存约41小时，频率是每小时21600，也就是3赫兹。有具备停秒功能，可以精准校时，这点很加分。至于精准度呢，官方标示日误差范围在正40到负20秒之间。老实说，这个表现称不上优异，但也不算太差。如果你今天是第一次想要体验 GNT 表款，这样的精准度其实就已经够用了。整体设定方式也很直觉。首先旋开旋入式表冠，在最初的位置也就是空档，用来手动上链。拉出到第一段，就可以单独设定 GNT 指针。旋转表冠，可以看到 GNT 指针会以每小时为单位跳动，而这根指针所指向的就是外圈 GNT 表圈的24小时刻度，可以轻松读取第2地时间。再把表冠拉到第2段，秒针会停止运作，这时候就可以进行整点校时。旋转表冠会移动分针带动时针，这时 GNT 指针也会跟着走。调完时间后，记得压回并旋紧表冠，这样才能确保防水效果。这次在夜光设计上，我也要大力称赞一下。这表款不止指针与时标有夜光，就连 GNT 表签上的24小时刻度也有夜光效果。这表款使用的是日本 Rubirova 夜光涂料，这种涂料在白天时会呈现淡淡的浅绿色，经过日光或灯光照射之后，在黑暗中会释放出明亮的绿色光芒。实测的感受是亮度表现非常不错，而且均匀持久，夜间读时非常清晰。表壳直径40毫米，标到标是16毫米，在厚度上的测量为12.6毫米。
因为它的表耳设计比较短，实际效果会比较偏小一点。以我的8英寸万尾来说，这只表的比例偏小，整体比较适合6到7.5英寸左右的万尾，不管是视觉比例还是佩戴舒适度都会更好。我在实际佩戴时有一个明显的观察点想分享给大家，从正面看，表体与链带的连结有点不够和谐，这是因为它使用的是公端连结，所以从侧面看过去会看到连接角度不够倾斜，导致表链与手腕之间会留下一些小缝隙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贴合度不够紧密。如果这个部分能够改为母端连结的话，整体弧度与延伸性会更自然，也会更服帖手腕，这点我觉得是可以再优化的地方。但即便如此，这条链带本身的佩戴感真是不错，因为它使用的是短节多段式设计，所以即使整体重量不是非常轻，戴在手上也依然非常舒适，极其轻便好戴，在长时间佩戴也不会感到负担。最吸睛的依然是它的大胆的加州表盘设计，这样的设计不只带来复古感十足，也让整只表带来了不同于一般运动表的风格与魅力。配上平面蓝宝石水晶镜面，还有鲜明的配色，在保有坚固耐用的前提下，营造出相当亮眼的视觉效果。这种又实用又有个性的调性，我自己是非常喜欢的。说到底，这是一款强调实用性与设计感并存的 GMT 表，无论是200米防水、夜光显示，还是双时区功能，都非常完整。重点是价格也相当亲民。如果你正在寻找一款耐用、特色鲜明，又能给人眼睛为之一亮的 GMT 腕表，这款 Brody Safari GMT 绝对值得列入你的口袋名单。以上是对 Brody Safari GMT 的介绍。你喜欢这款 GMT 腕表吗？喜欢这样户外风格结合复古加州表盘的设计吗？或者你最近有没有发现一些值得一试的新品牌？都欢迎在留言区跟我分享你的观察。也别忘了订阅厚实频道，开启小铃铛。未来我们还会带来更多充满特色、值得细细品味的腕表推荐。谢谢你的收看，我是厚实，愿上帝祝福你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